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李总，公司决定让你暂时离岗，处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李明轩缓缓放下手中的茶杯，嘴角微微上扬，那种笑容让在场的5名董事会成员都感到了一丝不安，但他们还不知道这种不安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2024年11月15日下午，深圳创新科技大厦17楼，李明轩今年42岁，在这家名为创新科技的公司已经工作了整整10年。从一个刚毕业的清华博士，到如今的首席技术官兼执行副总裁，他见证了这家公司从20多人的初创企业发展成为拥有3000名员工的行业巨头。但今天一切都变了。椭圆形会议桌旁，5名董事会成员的表情都显得格外严肃。主席王建华56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昂贵的定制西装，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感。张永强45岁，某投资机构的合伙人，眼神犀利如鹰，他总是喜欢引用各种商业理论，给人一种很专业的感觉。刘建设52岁，前国企高管，做事风格强势，他经常强调执行力和效率，声音低沉有力。陈志华，公司创始人之一，曾经是李明轩最信任的合作伙伴，现在他低着头，不敢直视李明轩的眼睛。林雪梅38岁，财务总监出身的董事，他一直低头看着桌上的文件，手指在纸张上轻轻敲击着，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我需要多长时间收拾办公室？李明轩的声音平静得出奇，仿佛刚才听到的不是关于自己命运的宣判，而是一个普通的工作安排。明天之前就行，不用带走太多东西。王建华的回答简短而冷漠。短暂的沉默，李明轩的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扫过，最后停留在王建华身上。那种眼神让在场的几个人都感到了一丝不安。10年前的那个秋天，李明轩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的创新科技办公室设在一栋老旧写字楼的3层，除了几台电脑和满墙的代码，几乎什么都没有。但李明轩看到了机会，作为公司最早的技术负责人，他主导开发了公司的核心产品，一套企业级数据管理系统。这套系统后来成为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来源，也奠定了创新科技在行业内的地位。那些无数个通宵达旦的夜晚，那些反复调试代码的日子，那些为了一个算法优化而争论不休的会议，现在回想起来，仿佛还在昨天。当时的李明轩瘦削而充满激情，他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周末的时候，其他同事都回家休息，他还在那里敲代码，思考产品的下一个版本应该如何改进。公司的创始人陈志华经常开玩笑说：“明轩，你这样下去会把自己累坏的。”但李明轩总是笑着摇头，这不是累，这是享受。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李明轩的职位也在不断提升，从技术总监到副总裁，再到现在的首席技术官兼执行副总裁，他几乎参与了公司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节点。2016年的第一轮融资，2018年的产品转型，2020年的疫情危机应对，2022年的海外市场拓展，每一次关键决策的背后都有李明轩的身影。他记得2017年的那个秋天，公司差点因为一个重大技术故障而失去最大的客户。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客户的系统突然崩溃，影响了他们的正常业务运营。客户方面非常愤怒，威胁要终止合作，并要求巨额赔偿。李明轩接到电话后，
立即赶到公司，召集技术团队开始排查问题。他们连续工作了48小时，期间李明轩几乎没有合眼。最终，他们发现问题出在第三方接口的兼容性上，并成功修复了系统。当客户的业务重新恢复正常时，已经是周一的早晨了。那次事件之后，客户不但没有终止合作，反而对创新科技的技术实力和服务态度刮目相看，主动增加了订单。这件事也让李明轩在公司内部的地位更加稳固，董事会一致认为他是公司不可或缺的核心人才。可是最近几个月，李明轩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不寻常的变化。变化是从3月份开始的，那时2名新的董事会成员加入了进来。张永强，来自某投资机构的合伙人，45岁。他说话的时候喜欢引用各种商业理论和成功案例，给人一种很专业的感觉。刘建设，有着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前国企高管，52岁。他做事风格比较强势，经常强调执行力和效率。这2个人的加入，明显改变了董事会的力量平衡。原本相对团结的管理层开始出现了分化，有人支持更激进的扩张策略，认为公司应该趁着市场机遇快速做大规模；有人主张稳健发展，认为应该先巩固现有业务基础；有人认为应该引入更多外部资本，通过资本运作实现快速增长；有人坚持保持独立发展，避免被投资方过度干预。而李明轩越来越被视为保守派的代表。李总，你总是从技术角度考虑问题，但企业发展到这个阶段，需要的是更大的格局和更快的速度。张永强不止一次在会议上这样说道，他的语气总是很客气，但话里的意思很明确，技术思维已经过时了，现在需要的是商业思维。我们不能总是被技术思维束缚，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完善产品。刘建设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经常举例说明其他公司是如何通过快速扩张和并购实现业务增长的，暗示创新科技的发展速度太慢了。面对这些质疑，李明轩选择了沉默。他知道，在商业世界里，技术专家往往被认为缺乏商业嗅觉，不适合承担重要的管理职责。他也知道，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但他没有想到，这种稀释会来得如此突然和彻底。3个月前，公司的业绩开始下滑，虽然下滑幅度不大，主要是受到了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但在董事会看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几个重要客户的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约，新产品的推广效果也不如预期，市场份额面临被竞争对手蚕食的风险。我们需要新的思路，新的策略。王建华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道，有时候改变是痛苦的，但也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主动改变，市场就会强迫我们改变。李明轩听懂了这句话的潜台词。在商业世界里，当业绩出现问题时，高管往往成为替罪羊，而作为一个被认为过于保守的技术背景高管，他自然成为了最合适的目标。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李明轩对这种局面的发展早有预料。事实上，他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第二天上午9点，李明轩准时来到办公室。他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装，那是他最喜欢的一套，看起来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唯一不同的是，他手里提着一个空的纸箱。办公室里的布置还是老样子，靠墙的书架上摆满了技术类书籍和行业报告。办公桌上放着2台显示器和1台笔记本电脑，墙上挂着公司发展历程的照片和他获得的各种奖项证书。李明轩开始收拾东西，书籍按类别整理好，放进纸箱。
个人照片小心翼翼地取下来，用纸包好，桌上的几件小摆设也一一收好。当他拿起那张2018年公司年会的合影时，在照片上停留了很久。照片里的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包括现在已经和他反目的那些人。大约半小时后，王建华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李总，收拾的怎么样了？他的语气显得很随意，仿佛只是路过，顺便问一句。但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专门来视察的。还好，东西不多。李明轩头也不抬地回答，继续整理着抽屉里的文件。王建华在门口观察了一会儿，注意到李明轩确实只是在收拾个人物品，没有动那些公司文件，这让他稍微放心了一些。又过了10几分钟，张永强和刘建设也偶然出现了，他们倚在门框上，看着李明轩收拾东西，表情有些复杂。李总，以后有什么打算？张永强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关切，但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试探。还没想好，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说。李明轩的回答很简短，没有透露任何有用的信息。陈志华是最后一个来的，作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和李明轩的关系一直不错。看到李明轩正在收拾东西，陈志华的心情显得很复杂。明轩，这件事，陈志华的声音有些沉重，带着明显的愧疚感。老陈，不用解释。李明轩打断了他，第一次抬起头看着这个曾经的合作伙伴。我理解大家的难处，公司的发展确实遇到了一些挑战，董事会认为需要一些新的思路。陈志华还是想解释一下，虽然他知道这些解释显得很苍白，这不是针对你个人，而是最终还不是他们说了算。陈志华的话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这个决定并不是全体董事会成员的一致意见，显然有些人是被迫同意的。下午1点，林雪梅来到办公室，作为财务总监，她需要和李明轩核对一些财务相关的交接事项。李总，有几个财务流程需要确认一下。他拿着一叠文件，看起来比平时更加谨慎，还有一些签字权限的转移手续。两人花了大约1个小时处理这些事务。在这个过程中，林雪梅显得有些紧张，不时地看向门口，仿佛担心有人听到他们的谈话。李总，当所有手续都办完后，林雪梅突然压低了声音，四处看了看，确保没有人在偷听。有些事情你要小心。李明轩抬起头，看着这个平时话不多的财务总监。林雪梅今年38岁，是一个非常专业和谨慎的财务人员，很少会主动涉及公司政治。她现在的表现显然很反常。什么意思？李明轩放下手中的笔，全神贯注地看着他。林雪梅再次看了看门口，然后凑近了一些。最近几个月的财务报表有些数据不太对劲，我试图向董事会反映，但是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李明轩已经听明白了。作为财务专业人士，林雪梅发现了公司财务上的问题，但当他试图报告时，却被阻止或者忽视了。具体是什么问题？李明轩压低声音问道。一些支出项目的分类有问题，还有几笔大额资金的流向不够透明。林雪梅的声音更低了。我怀疑有人在做假账。这个消息让李明轩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谢谢提醒。李明轩平静地说道，但他的眼神变得更加深邃了。下午3点，办公室里的东西基本都收拾完了。李明轩坐在空荡荡的办公桌前，看着眼前这个陪伴了他10年的空间。整个办公室显得格外安静，只有墙上的时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王建华再次出现在门口，
身后还跟着张永强和刘建设，3个人的表情都显得有些紧张，仿佛在进行某种重要的任务。李总，收拾好了？王建华问道，他的语气试图显得轻松，但眼神中透露出某种不安。差不多了。李明轩转身面对他们，拍了拍手上的灰尘。那就好。王建华走进办公室，环视了一圈，确认李明轩确实只是收拾了个人物品。对了，李总，我想问个问题。什么问题？李明轩的语气很平静，但他敏锐地感觉到接下来的问题可能不简单。关于公司的股权结构，我们需要更新一下记录。王建华的语气显得很随意，但他的眼神却很专注。你持有公司多少股份来着？我记得不太清楚了。这个问题让办公室里的气氛突然变得微妙起来。张永强和刘建设都停下了脚步，目光投向李明轩，他们的表情显得很期待，仿佛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他们很重要。李明轩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若有所思地看着王建华。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背后的含义。怎么突然问这个？李明轩反问道。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想更新一下股东名册。王建华回答，但他的眼神显得有些躲闪。毕竟你现在……他没有说完这句话，但意思很明显。既然李明轩要离开管理层，那么他的股份情况就需要重新评估了。这可能涉及到股权回购、投票权限制等一系列问题。张永强和刘建设也围了过来，看似闲聊，实际上都在等待李明轩的回答。张永强甚至拿出了手机，仿佛准备记录什么重要信息。你们真的想知道这个答案吗？李明轩的声音很轻，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的语气中带着某种奇怪的情绪，不是愤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玩味。3个人都点了点头，尽管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李明轩作为一个技术出身的高管，持有的股份应该不会太多，最多就是%几的技术股而已。李明轩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城市景观。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他的身上，让他的侧脸显得有些模糊。他似乎在思考什么重要的问题，或者在回忆什么往事。办公室里突然安静下来，只有墙上的时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声都显得格外清晰。3个人都在等待着李明轩的回答，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过了大概1分钟，李明轩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转身。他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最深处取出一个密封的牛皮纸袋，袋子上贴着红色的机密标签。10年了，我一直在等这一天。李明轩的手轻抚着纸袋。你们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淡定吗？因为……李明轩缓缓打开了那个牛皮纸袋，里面是一份泛黄的股权协议书，日期显示为2014年3月15日。你们想知道我持有多少股份？李明轩将文件放在桌上，眼神锐利地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51%这2个字如同雷击，瞬间让整个办公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王建华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张永强手中的手机差点掉到地上，刘建设更是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不可能！张永强第一个反应过来，声音因为震惊而有些颤抖。公司的股权结构我们都很清楚，最大股东是王总，占35%，其次是几个创始人。你们看到的只是我想让你们看到的。李明轩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每个字都如同重锤砸在众人心头。2014年，当公司面临第一次重大危机时，是我用个人积蓄和技术专利入股，获得了控股地位，但我选择了隐藏，
他拿起协议书，指向其中的关键条款。这份协议由当时的所有创始人签署，包括志华。我的股份被分散在10几个代名账户中，对外显示为技术股和期权。陈志华终于抬起了头，眼中满是复杂的情感。他知道这一天终究会来，但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明轩，你什么都不用说。老陈，李明轩打断了他。10年来，你一直是我最信任的朋友，即使在今天的董事会上，你也是被迫同意的，不是吗？陈志华的眼眶红了，点了点头。王建华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就算你持有51%的股份，但你已经被董事会罢免了管理职务。罢免？李明轩突然笑了。那笑声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诡异。王总，你似乎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公司法常识：控股股东拥有董事会的决定权。他慢慢走向王建华，每一步都踏得异常坚定。我才是这家公司真正的老板。昨天的所谓董事会决议，从法律上来说完全无效。张永强和刘建设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恐惧。如果李明轩真的持有控股权，那意味着他们之前的所有计划都将化为泡影。你为什么要隐藏这么久？刘建设咬牙问道。为了今天。李明轩的回答简洁而有力。10年来，我一直在观察，在等待。我要看看，当权力面前，有多少人能够保持初心。他的目光再次扫过每一个人。事实证明，除了志华，你们都让我失望了。从3个月前开始，我就知道你们在策划什么。李明轩继续说道。他的声音像是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张总，你代表的那家投资机构一直在暗中收购公司的流通股份，企图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张永强的脸色更加难看了。这个秘密他以为隐藏得很好，没想到早就被李明轩发现了。刘总，你和几家竞争对手公司的高管频繁接触，商讨收购事宜。你们的计划是先架空我，再以低价收购公司资产。刘建设的额头上开始冒汗。这些秘密会议他都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李明轩早就一清二楚。至于王总，李明轩转向王建华，眼神变得更加犀利。你和财务部门的某些人勾结，虚报公司业绩，制造财务危机的假象，为罢免我制造借口。王建华彻底坐不住了。你胡说，我没有，证据都在这里。李明轩从纸袋中又取出一叠文件，银行流水、转账记录、会议录音。10年的技术背景让我养成了收集和备份信息的习惯。他将文件一份份摊开在桌上。这3个月来，你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在我的监控之下。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被罢免的高管，而是一个精心布局10年的猎人。你想怎样？张永强终于忍不住问道。很简单。李明轩收起了文件，重新坐回办公椅上。明天上午9点召开股东大会，我要行使控股股东的权利，重组董事会。他的目光逐一扫过每个人。王总，你和财务部门涉嫌财务造假，我会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张总，你代表的投资机构恶意收购股份，违反了当初的投资协议，我要求你们立即退出。刘总，你涉嫌商业间谍行为，同样会面临法律后果。3个人的脸色都白得像纸一样。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权力游戏，竟然从一开始就在李明轩的掌控之中。等等，王建华突然站了起来，声音有些歇斯底里。就算你有51%的股份，但公司的实际经营权在董事会，
你这10年来从未行使过控股股东的权利，现在想要夺回控制权，未必那么容易。”李明轩笑了，那种笑容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寒而栗。王总，你似乎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他站起身，走到墙边的保险柜前，输入密码，打开了保险柜，里面放着一叠厚厚的文件。这是公司成立以来所有重大决策的会议记录。你们会发现，每一个重要决定都是我首先提出的建议。他翻开其中一份文件，2016年的第一轮融资方案是我设计的，2018年的产品转型策略是我制定的，2020年疫情期间的危机应对措施还是我提出的，甚至包括2022年的海外市场拓展计划，也是按照我的思路执行的。随着李明轩的每一句话，在场的人脸色都变得更加难看。他们这才意识到，10年来公司的每一个成功背后都有李明轩的影子。你们以为我只是一个技术专家？李明轩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嘲讽。我在清华大学学的是双学位，计算机科学和工商管理。我对商业的理解未必比你们任何一个人差。他重新坐下，目光变得更加深邃。只是我选择了低调。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太过张扬往往不是好事，但这不代表我没有实力。张永强的手在微微颤抖。作为投资机构的合伙人，他见过太多商业斗争，但从未见过如此精密的布局。你从一开始就在演戏。不是演戏。李明轩摇了摇头，我是真心希望和大家一起把公司做好的。但人性经不起考验，权力和利益面前，太多人会变。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老陈是唯一的例外，即使在今天的董事会上，他也在为我辩护。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动他的股份。陈志华眼中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10年的友谊，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好的回报。现在给你们一个选择。李明轩的声音重新变得严肃起来。配合我进行公司重组，承认错误并接受相应后果。作为交换，我不会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或者你们可以选择对抗到底，但我保证，到时候你们面对的就不只是失去工作那么简单了。王建华的额头上冷汗直流。他知道李明轩不是在开玩笑，以李明轩掌握的证据，足够让他在牢里待很多年。我同意配合。王建华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张永强和刘建设对视了一眼，也先后点了头。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很好，李明轩满意地点了点头。那么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公司的未来。他重新打开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一份详细的商业计划书。这是我在过去3年中秘密制定的公司发展战略，现在是时候实施了。屏幕上的计划让所有人都惊呆了。从技术创新到市场拓展，从人才培养到资本运作，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极其周到。这份计划如果早3年实施，公司现在的规模至少要翻3倍。李明轩的语气中带着一丝遗憾，但没关系，现在开始也不算太晚。陈志华看着屏幕上的计划，眼中满是敬佩。明轩，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从我发现问题的那一天开始。李明轩回答，一个优秀的技术专家必须要有预见性。我不仅要为技术的未来做准备，也要为公司的未来做准备。2个小时后，临时股东大会在公司的大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所有董事会成员，还有公司的主要股东代表。当李明轩出示控股权证明文件时，整个会议室都陷入了震惊。很多人这才知道，这个平时低调的技术总监
竟然是公司真正的控制人。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我现在行使控股股东的权利，对董事会进行重组。李明轩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免去王建华董事长职务，由我担任新的董事长兼 CEO。免去张永强和刘建设的董事职务，任命陈志华为执行总裁，负责公司日常运营。任命林雪梅为新的首席财务官，负责财务审计和内控制度建设。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在绝对的股权优势面前，没有人敢提出异议。王建华、张永强和刘建设都低着头，不敢看李明轩的眼睛。他们知道，从今天开始，他们在这家公司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最后，我想说几句话。李明轩站起身，目光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创新科技能够发展到今天，是所有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权力让一些人迷失了方向，利益让一些人忘记了初心。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重新回到创业时的那种状态，以技术为核心，以诚信为基础，以创新为动力。我向大家保证，在我的领导下，创新科技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很多员工都知道，真正的变革从今天开始了。3个月后，创新科技发布了季度财报。在李明轩的新战略指导下，公司业绩不仅止跌回升，还创造了历史新高。那个秘密制定了3年的发展计划，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王建华因为财务造假被法院判处3年有期徒刑，张永强代表的投资机构被迫退出，损失惨重。刘建设被行业封杀，再也没有公司愿意聘用他。只有陈志华在新的体制下焕发了第二春。作为执行总裁，他重新找回了创业时的激情。林雪梅也成为了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席财务官。他建立的新内控制度彻底杜绝了财务造假的可能性。而李明轩这个隐藏了10年的真正老板，终于坐上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但他依然保持着技术专家的本色，每天都会抽时间去技术部门和工程师们讨论最新的技术趋势。明轩，你后悔吗？一个周末的下午，陈志华来到李明轩的办公室。后悔什么？李明轩抬起头，脸上带着平静的笑容。后悔隐藏了这么久，如果你早点表明身份，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李明轩摇了摇头，不，我不后悔。正是因为隐藏了10年，我才真正看清了人性。也正是因为这10年的历练，我才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远处的城市天际线。有时候，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展示自己的能力，而在于在合适的时候展示合适的能力。那个牛皮纸袋里的文件，你准备了多久？陈志华好奇地问道。从我签署股权协议的那一天开始，李明轩回答。我知道，在商业世界里，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我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我也相信，真正的友谊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就像我们一样，两个老朋友相视而笑。10年的风雨，最终证明了什么才是真正珍贵的东西。窗外，夕阳西下，将整个城市染成了金黄色。创新科技大厦的顶层，一个真正的商业传奇正在续写新的篇章。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技术专家10年前的深谋远虑，和他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惊人智慧。有时候，最大的力量不是张扬，而是隐忍；最深的智慧不是争夺，而是等待。李明轩用10年时间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公司，更重要的是，
他找到了真正值得信任的人。在这个充满欺骗和背叛的商业世界里，这也许是最珍贵的收获。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